朋友们好，我是大秃子。现在我在新都桥，然后去往康宁的路上。这边你们也看到了啊，堵车很严重。现在我连折多山还没看见呢，先看到的是堵车。然后我刚才问了一下，上面堵车的原因是因为折多山，但是具体是啥他也说不上来。我感觉还是因为车流量太大了。人太多了。现在暑假嘛，正好，好多人带着孩子想去西藏玩，要此生必驾一把318，结果堵这儿了。其实进藏的路线有好多条啊。个人比较推荐的是从青海走玉树，走214那边过来，那边那个人真的特别少，没有这么多车，也没有这么多人。再就是109。就是整个这个318，因为我们这次是从芒康214转到芒康那么过来的，然后在芒康那边就开始小堵，到了巴塘又堵，理塘这边还堵。我感觉这一路过来堵车最严重的就是新都桥这一块。这个季节是旅游的旺季堵车太严重了，没办法，兄弟们。318的这个路是特别窄的双向两车道。它连个自行车道都没有，因为这边的山路比较多现在是雨季，发生泥石流塌方还是比较频繁的。从山上往下掉石头是经常的事儿。我这个车幸亏上面有一个那个车顶行李架一个大木板子它给我挡着呢，我给你们看一眼。看到没有？我这个车顶上面有个大木板我自己做的一个车顶行李架，然后它这个车顶行李架给我挡着石，挡了好几块石头，就能听见咣当咣当往上面砸。如果说你现在打算来西藏，但是你还没有出门我劝你们不要选择现在这个季节来，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9月1号以后咱这个学生开学了，然后这边的游客就会减少了。而且雨季也会过去，雨季过去以后，那边你再来看这边的风景会更漂亮。现在的然乌湖，一塌糊涂，就是一潭大浑水。然乌湖本来不是那个样的就是说，要是你不是雨季来的话，那个然乌湖还是很漂亮的。现在这个318这条路应该是正在加宽，但是我这次没赶上这个路还是在堵。然后看到了一些这个干土建的工人，咱们过去采访他一下。因为大秃子以前干过10年的土建，所以看到他们感觉还是很亲切。老师傅，你好，能采访您一下吗？这堵车怎么堵的，你知道吗？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们在这干活一天多少钱？5、6千，5、6百。5、6千，5、6千我不走了，我可打算我也跟你在这干。一天5、600块钱，管饭吗？不管饭。不管饭。住呢？这住呢？在哪儿住？镇上。自己租房子吗？老板租的。老板租的。那还可以那你们早上几点上班？8点上班，中午到几点下班？中午12点。12点。然后下午几点上班呢？1点。12点下班，1点就上班了。几点下班了？6点。那你们这一天干几个小时的？9个小时。9个，还可以还行。将就。刚才问了一下现在他们在这边干活的话，一天是5、600块钱，比我当初干活的我第一次出来打工的时候，就是也是在工地里边一天20，现在涨到了5、600，还可以就是有点辛苦，有点晒，在这个地方寒冷的冬天出来自驾游，在车上怎么取暖？
大家好，我是大秃子。啊，这个天气现在一天比一天冷，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盖被子都感觉有点凉了。你们想知道我是怎么在这个车上取暖的吗？跟随我的镜头，我带你们看一看。现在开箱一个龙飞兄弟的柴暖机，我今年冬天取暖就全靠它了。10升的油壶，柴暖机的那个主体，这里边有进排气，然后我在这里边看到找到它这个，终于找到说明书了啊！刚才我去找说明书，找半天没找到。还是我感觉还是挺简单的啊，只要是个稍微有点动手能力的人都能装上啊。它这里边有个快速安装指导，直接接到咱们汽车上面的蓄电池上面。如果说你怕它亏电啊，你安一个负电瓶，我觉得那样会更好一点。我这个是12瓦的。就是直接可以按到跟我那个蓄电瓶整一块儿。咱这个柴暖机的进排气是要在车辆外面的，你不可能把这个进排气安装在车辆里面，对吧？它这个是那个排气管，它都已经给咱们配好了啊。但是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它需要在咱们这个车体上面打个洞。这个在哪儿打，具体在哪儿打，因人而异，因车而异。就是说，每个人的车，你想把你的这个柴暖安在什么位置啊？然后你要在合适的位置打上洞。它这个里面会附赠的，他给我带了一个这个钻头，打开看一下啊。就这么一个东西啊。哎，就是完全可以把那个铁给打透的。一会儿我给它安装好了，然后再给朋友们看。朋友们，现在我这个柴暖机已经安好了啊，给你们看看。我把我的柴暖机安在了我这个车的中间的部分，就是在副驾驶后面，然后我把这个油箱挂在了我的副驾驶的座位后面。然后因为你看啊，这个是那个柴暖机，然后这个壳子是因为我怕它发烫，到时候上下车啥的再给烫伤了就得不偿失了。我给你看一下它的进排气系统，在这个下边，看到这个管子了吧？这个管子是它的排气，然后这个黑色的管子是个进气啊。我从后面啊，这个一直给它延伸过来了。然后这边这个管啊，这是个进气，这是个油管，这是直接，这是个这是那个小油泵，直接从这个油箱里边泵油泵到这里边。说半天，打开看看效果啊，看它暖和不暖和。然后这个东西是它的控制面板，这是开关。OK。它这边有2个按钮可以上下调节的，16度，这是调节它这个，其实跟咱们那个空调差不多，18度、19度，给它调到19度，就是说它这个面板你给它调到19度以后，它的温度达到19度以后，它就是说它就会停了。等它检测到这个温度低于19度以后，它就会自动打开，还是很方便的。
现在咱们看一看它的这个制暖能力，它这个制暖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两个出风口出来的都是热风，然后包括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这总共是4个出风口啊。现在出来这个风特别暖和，然后大家也听到了啊，现在就是说能听到的这个噪音，就是它这个噪音，我感觉这个噪音还不是很大。它现在这个声音是这个预热风的这个声音。等一会儿整个给它预热了完以后，它这个风声就没有了，就没有这么大的风声了。它只有一个，它这个小油泵油的这个声音，就是一直在那蹦蹦蹦蹦蹦，啊，就这么个声音。好了，兄弟们。这一期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关于冬季自驾游取暖的这个问题，咱们就说到这儿。以后我再遇到什么情况、什么问题，我再及时跟大家说，好吧？喜欢大兔子的给兔子点个赞吧，谢谢了。